今天这期内容，我们来聊一家公司，它不造电，但它卖的东西决定数据中心能不能按时接上电。因为电从电厂到机房中间有一段很容易被忽略、很贵但也很难的环节——配电与电器集成。在前几期视频里，我提到过，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正在快速上升。美国能源部发布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报告里提到，数据中心的负载在过去10年大幅上升，并预计到2028年可能翻2到3倍。国际能源署 IEA 也给了一个更全球化的口径，数据中心供电的发电量在2024年约为460太瓦时，基本情境下到2030年可能会超过1000太瓦时。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缺电的问题了，市场讨论也基本只停在发电端。前几期内容我们聊的也大多数发电端的问题，而我接下来要聊的是，就算发电端的问题解决了，为什么交付端仍然可能会卡住？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聊的这家公司——鲍威尔工业，代码 POWL。大家听这个公司的名字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就是美联储主席的那个鲍威尔，不过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这家公司不是电力公司，它更像是中低压配电的系统集成与交付商。换句话说，它不是靠一两款标准化爆品吃爆全球的那种厂商，而是偏工程化、系统化交付的生意。所以它不像西门子、施耐德或者 ABB 这类巨头，产品线广、渠道深、全球项目覆盖。它更偏定制工程加交付，在某些场景很强，有自己的优势和打法，但它不是全市场意义上的龙头。它的核心产品，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把配电站、变电站需要的那种关键设备做成一个可以整体交付的模块化电气房，然后把它交给客户，现场接上就能用。这和我上一期讲的特斯拉储能业务有点像的地方在于，客户愿意为确定性付费。不过要强调一句，它卖的不是电池，是配电系统按期交付、按期上电。而它在 SEC 的10K 文件里也写得很直白，主要的产品包括电气房、集成式电力控制室变电站、开关柜、断路器、监控与控制通信系统、母线槽等，适用的电压是480伏到38000伏。这家公司的客户不是普通居民，而是那种一停电就无限亏钱的场景。它的需求主要来自油气、石化、电力公用事业以及商业与其他工业。更关键的是，在商业与其他工业里，它明确点名包括数据中心，而且也说了现在的数据中心在扩张。所以你可以理解它为电气化加数据中心加电网升级这些趋势的交付端。投资者们最怕只讲故事而没有实际数字的公司。这家公司的数字其实很硬。2025财年全年收入同比增长9%，约11亿美元，主要得益于项目积压和强劲的订单增长。这就说明这家公司完全不缺生意做。还有下面这句：电力公用事业市场收入猛增50%，商业和其他工业部分也增长了19%，毛利同比增长19%，毛利率也从24财年的约27%提升到了25年的约29%，净利润1.8亿美元，比24财年增长了将近21%，EPS 14.86美元。这组数据其实很漂亮，稳健的收入增长，利润率在稳步提升，而且在通胀背景下还能把毛利做高，说明它在供应链面前有很强的定价权。更关键的是提到了项目积压和强劲的订单增长，所以这不是他在求着客户买，而是客户为了保交付，愿意接受更高的溢价，这才是高质量的增长。这通常意味着这家公司在交付能力、项目执行以及产品、订单结构等方面都在变得越来越好。现在进入我认为最关键的一块，它凭什么赚钱？很多人一听到开关柜、配电、母线槽，就以为是那种卖标准件、拼价格的生意。但是这家公司更像是工程交付型公司，它卖的不是一台设备本身，而是把一整套电力系统按期交付，让你按时上电的确定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它不是卖一件货立刻收钱的那种逻辑。它的大量订单属于定制化工程加长周期合同，也就是客户现场情况不同，需求不同，而他要做的是设计加集成加制造加测试加交付，更像是项目，而不是货架上的商品。
公司也讲得很直白，它的收入主要来自固定价格的长期合同。这种合同有个特点，价格往往先定了，后面怎么把成本控制住，怎么按期推进进度，这些决定你最后的利润。同时，它确认收入的方式也很项目化，用的是成本进度法。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项目做到哪一步，不是靠拍脑袋决定，而是看已发生的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然后按比例确认收入。所以这类公司的关键能力不在讲故事，而在执行，报价准不准，成本控不控得住，项目能不能按时交付。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模式里最重要的指标不是流量、概念、热度，而是两件事。第一，订单积压，手里到底还有多少已经签下来的活没干完。第二，项目执行，这些活能不能顺利的转成收入，毛利会不会被执行拖垮。现在上硬数字，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披露的订单积压是14亿美元。更关键的是，他还进一步披露，这14亿里大约8.24亿美元预计会在26财年确认成收入。这句话非常关键，它不是预测未来都一切会增长的那种空话，而是在告诉你，订单里已经有一大块按正常的执行节奏会在接下来的1年里逐步变成收入，这就是他卖的确定性。当然，管理层也说了，订单积压不等于板上钉钉，订单是可以被取消或者被修改的，风险我后面会详细聊。接下来这段，我想专门纠正一个常见误解。很多人觉得这家公司早年在油气领域的存在感很强，就下意识的把它当成油气周期股。但是你把25财年的收入结构摊开看，虽然油气方向的业务占比还是最高的，但是今年的油气板块收入其实是微跌了3%的。而在此同时，电力公用事业板块的收入却暴涨了50%。这说明这家公司正在经历换血。它利用传统的油气业务产生的稳定现金流去反哺高增长的电网和数据中心业务。这种旧能源造血、新能源成长的结构，肯定比那些纯烧钱的概念股更抗跌。而且方向也非常贴近长期趋势，都是用电密度高、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它不是把命压在一个行业上，它是把自己擅长的电力系统集成交付能力复制到多个高可靠、高用电密度的行业里，这就会让它的增长更像是结构性需求叠加，而不是单一周期的上上下下。公司在10K 文件里还提到，25财年第3季度，它赢得了公司史上最大的电力公用事业订单，说明它不再只是油气板块里的配角，电网侧的需求正在把它推到更长期、更稳定的赛道上。这对估值逻辑、对市场愿意给的溢价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我们再聊聊现金流，项目型的公司最怕什么？不是毛利率波动，而是现金流和周转一旦出问题，执行就会崩。这家公司25财年末的现金、现金等价物和短期投资约4.755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约32.7%。公司解释原因主要来自强劲的盈利增长，同时也提到了资金用途包括运营资本、收购、资本开支、分红等。结论就是它的现金流很稳健，不是那种靠借钱硬撑的公司。这里我插一个复盘，最近市场又开始炒作真金白银解决电从哪儿来的问题了。上周先是说能源巨头 VST 40亿美元大手笔收购了 Cogentrix 的整个资产包，包括10座燃气电厂、5.5吉瓦。然后又说 Meta 签了目标到2035年支持最高6.6吉瓦的核能供电大单。燃气发电和核能相关的内容，我前几期聊过了，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为什么现在提这个？因为当市场把镜头对准发电端，我们就更应该穿过现在的热点，到达下一步的交付端。而鲍威尔工业就是在下一段里赚钱的公司。这家公司当然不是没有风险，而且他自己在10K 的文件里也提醒了，积压的订单不保证未来的经营结果，订单可能会被客户取消或者修改，所以你要盯它能不能按期的转成实打实的收入，盯着执行是否顺畅。还有一点是，它的项目很多是非经常性的，而且高度竞标，交付复杂。这类项目的典型特点是前期竞标压力大，中期执行不允许出错，后期交付节点卡的又很死。如果你在这种业务出现成本估算偏差，或者是供应链延误，或者是项目管理失误，那利润可能就会被迅速吃掉。
所以这个公司最核心的关注点就是订单质量加执行的质量。最后，它的体量并不大，所以抗风险的能力肯定没有巨头强。如果你要投资，一定要考虑好风险，控制仓位。鲍威尔工业这种小公司，华尔街覆盖其实并不多，公开信息里追踪它的分析师数量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所以你会看到目标价分歧很大，大致区间在220到350美元附近。评级整体偏多，但是参考意义有限，更像是情绪温度计。真正有用的是盈利预期本身，比如说市场对26财年的 EPS 预期在15美元左右这个量级。我比较喜欢它的核心就是它不是靠概念冲热度，而是靠订单执行兑现。但前提永远不变，别被热点带跑。财报就盯着它的订单积压、毛利率稳定性以及现金有没有被周转吃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觉得我的内容对您有价值，请不要忘了关注、点赞、评论。再次感谢大家来到 Insight Frontier，我们下期见。